在人面龟那里就开始胡说了吧？给的密码也是错的。对。看来我这模型造的还不够精巧。不，您的模型巧夺天工。其实我没有识破您的设计，只不过我自己犯了一个很小的错误，才误打误撞发现了真相。难道你没按对铆钉？图纸上画的几个铆钉，不是正圆，而是椭圆。这意味着从我的视角看过去，它应该在柱子的侧面，而我却忽略了这一点，直接按下了正对我的铆钉。你没有找准正确的铆钉，通道却自动打开了。所以我怀疑，这些通道根本不是我打开的，而是有人在暗中操控。为了验证这一点，我故意按下了错的铆钉。走，果然，通道还是打开了。后面扯什么太平御览，什么五行八卦，又是在耍什么花招？霍婆婆，那其实只是个障眼法，我重新写一遍，您就明白了。嗯。艮为山，坤为地。这太平御览中先写了艮卦，这艮后面呢是坤和坎。坤卦代表大地，坎卦代表水。我猜这意思是说，人面龟虽然是地神，但是它离不开水。这人面龟啊是神兽，震卦代表着雷，可以召唤雷公电母；乾卦代表着天，说明这人面龟可以跟天神交流。CCTV，TAO，TU，这样一写，胖子就明白了。我想说的其实是，有监控，霍家的人想套我手里的土。表面上是乱画八卦，其实暗示摩斯密码。哼，在我老太婆眼皮子底下玩这一套，你们吴家人确实是都爱耍小聪明。的确是雕虫小技，不过有些时候，雕虫小技反而有效。也多亏了您的费心安排，才让我知道样式雷背后的秘密，就是张家鼓楼。没错，既然你有样式雷，你也查到了这么多东西，你也想进张家鼓楼，那么我们合作。从新月饭店开始，您就没打算跟我合作，这时候谈合作，怕是有点晚了吧？你不答应，就别怪我不讲情义。等一下。你想要的是这张纸吧？没错。吴邪，你干嘛呢？
吃吧，慢慢吃。反正吴家到了我这一代，虽然没能发扬光大，但骨气我还是有。反正图纸上的内容我已经记下来，大不了你抛了我。抛了他。吴邪，喝吐了。他就是那个你说有麒麟纹身的人。都退下。让我看看你的手。傅老太太，奶奶，您这是干什么？来，您先起来。原来是你，我竟然一直不知道。傅老太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您还记得我吗？也是，如果您还记得我，就不会来霍家。这次如果您也去，我们一定能成功。来，这是您的座位。这老太太不会年龄大了，脑子糊涂了吧？也罢，既然这样，我也没有必要隐瞒你们什么了。拿来。这是道光25年的图纸，设计师是雷思齐。我手里一共有7张。这些年来，我就根据手里的这7张图纸，建造了那个模型。然而我发现，我手里的图纸还缺一张。也就是因为这样，我始终无法破解隐藏通道的秘密。您要这张图纸有什么用呢？主家喜欢，咱们就得帮着找。当家的，他们刻了串字母。
吴邪手里的样式雷始终拍不清楚。没关系，他这样一步步走下去，和亲自交到我手上没什么区别。您说的这些，我大概都知道。那你知道我是如何得到这7张样式雷的吗？就在秀秀找到那7盘录像带的夹层里。至于录像带的内容，你们应该都已经知道了。不用这么看着我，可能所有的人都觉得我这个老太婆不经吓唬，看到录像带的内容肯定会疯。不过我虽然老了，但并不糊涂。有人拿我女儿的命在要挟我，逼我进张家鼓楼。既然张家鼓楼里有他们想要的东西，我就必须赶在他们之前拿到，才能逼所有幕后的人现身。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不知道他们在哪儿，我只知道他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一拨人害得我女儿生死未卜，另一拨人耍了我这么多，为了我女儿，为了整个霍家，为了9门。我绝不会善罢甘休。所以，我必须进入张家，因为霍家人有仇必报。奶奶。7张图纸也都给你们看了，我是如何得到样式雷的，你们也知道。新月饭店抢走的鬼玺还在你们身上吧？也算是物归原主了。样式雷，鬼玺，吴邪，原来你早在局里了。霍老太太，您这话什么意思啊？你没得选择，你只能跟我合作。既然这样，还有一件事情得向您问个清楚。霍家老铺子的铁架子上有一张10几年前的照片，照片里有一个人跟我长得一模一样，出现在格尔木疗养院。照片到底怎么回事？张家鼓楼里有所有秘密的答案，你为什么不自己去看呢？您距离真相只有1步之遥了。我不信任你。带我回家。走。不用追了，宣布下去，3天后启程。是。可张起灵刚刚拒绝了。放心，他们会来的。倒是你，号称是想和我合作，其实是想帮吴邪一把，让我带着他一起行动。也不算是我帮他。刚刚你也说了，吴邪
早就在局里了。1、2、3、4、5、6，216，怎么还有零有整的呀？啊！我说你们3个啊，现在之所以还有命坐在这儿，那是因为我给你们做担保了。上回你也骗了我，这件事儿扯平吧。我不是都已经跟你说过了吗？我是假意投靠霍当家的，为的就是共享他们霍家的信息，这也是在帮你啊。哎，花爷，那你就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这新月饭店的账就帮我们还了吧。打住啊！我只是给你们做担保，这个钱还得靠你们自己去还。除非说吴邪他愿意和霍家合作，那我还可以考虑考虑帮你们还账啊，帮你们多担保一些日子。否则的话，就算新月饭店再次找上你们，我也不管。那不还是白说吗？这小哥呀，不信任霍老太太，他的第六感可是很准的。小哥说这个人不值得信任，我们就不去。不信任，但要去。什么？哎，这回你们俩同意了吧？目的地在哪？霍当家说了，这次的行动要分为2支队伍，一支是去巴乃，另外一支是去四川的四姑娘山。四姑娘山？张家鼓楼不是在巴乃吗？这次行动不是各管各的，两边是有相互关联的，具体什么样的安排得等霍当家说了。就这样。哎，对了，这次行动的装备和开销，还有相关许可，一律由霍家和谢家负责。我先去准备了，你有什么事随时联系我。对了，既然都决定要去了，陪我去办个事儿吧。成。2位您看看，市面上能找着的刀具都在这儿，正经的青龙偃月刀。嘿呦，嘿，嘿！关二爷当年就拿着它过关斩六将，成就一身忠义。不满意？您再看看这个。当年荆轲刺秦用的就是这把匕首。小了点啊，但你甭看它短点，它也是刀的亲戚啊。哎呀，你这把呀，糊弄糊弄小孩还成。哎，你看我这把怎么样？还没我这把实用呢。哎呀，您这2位也忒难伺候了，
这么多都没中意的。不是，我说金老板，我都把刀画给您了，您得按图给我找呀。嘿，还说您那图呢？二位，您自个儿看过吗？这画的不合理啊！这，哎，您看这刀把的位置，手攥在这儿跟握在刀刃上似的，还没砍人，手指头先给削掉了。这没法用啊！这个，您管它能不能用呢？您按着找就是了。我现在要找的是刀，哎，刀啊，不是您这些老古董，也不是破玩具，您知道吗？管制刀具啊，这忙我可帮不了你。哎，金爷我不干违法的事儿，我跟你说。哎，胖子，你记不记得小花说过，这次行动的花费和装备，一律由霍家和谢家负责？没错。那你说这把刀的话，哎，算装备。哎呀，这花爷还是靠谱啊！这家大业大就是好，这么好的刀，说送就送。哎，我说你干嘛呢？啊？给小哥留个记号。我第一次见小哥的时候，就是我三叔给我发了个短信，说龙脊背速来。龙脊背？说小哥呀？指的是黑金古刀。我们管好的东西都叫龙脊背。刀是真不错，字儿糙了点。吴邪，你跟小谢一路去四姑娘山。您带着王胖子去巴乃。哎，不是，这是要把我们哥仨分开呀？咱们这次必须要分开行动，总不能让我自己一个人一队，你们3个人一队吧？我这么安排，自然有我的道理。根据上次的经验来看，2路人马需要在四姑娘山和巴乃同时行动。具体行动的方法，到了以后我再细说。2队人之间必须要严丝合缝，无瑕疵对接。所以要求两边的人要有那种相距千里之外也能完美配合的默契。听起来像是在忽悠我呀。想要活着进张家鼓楼，就必须这么做。好，话都讲清楚了，明天动身。你的冷脊背这么狠？小花姐，靠谱。走。小哥，
写字我在行，但刻字吧，真的不是我的强项。没关系，名字好，小黑金。小哥，怎么样？还可以。这刀太适合他了，一点也不比黑金古刀差。天真，你该好好琢磨琢磨了。琢磨什么？琢磨送我点什么啊？你俩这一天一个帮一个的，你有危险，小哥来救你。这小哥失忆，你就帮他找记忆。现在又送他把刀，那我呢？我呢？你得送胖爷我点什么呀？怎么着啊？不想送啊？别那么抠啊！不是，我想起盘马说过的话。和他在一起，你不会有好结果，迟早有一个会被另一个害死。他说我和小哥其中一个会害死另外一个。不会。放心吧，我们走了。小哥，你现在啊，越来越有人情味儿了。你放心吧，又不是见不到。对了，霍当家说了，有人在四川等着咱们呢。嗯，进去吧。张家嘞，我们快到了。你看，哎，这是大姐，这是二姐，三姐。哎，看那是幺妹儿，幺妹儿是我们这边最高最漂亮的了，海拔6000多米。怪不得叫四姑娘山啊！东方的阿尔卑斯。我说小花，你这四川的伙计倒是挺热爱家乡的啊。吴邪，你不是来旅游的，抓紧时间闭目养神，一会儿还要先进村子里找霍当家安排的人。你知道要找谁了吗？不知道。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没人啊。是这儿吗？
没错，就这儿。这火一直点着，人应该很快就回来了吧？哎，离火堆远点。我说你也太谨慎了吧！人家霍老太太安排的人，难不成还在这设个机关等着咱们？这可不是普通的火堆，这里的人啊，都管它叫西米。传说中几万年前火神留给他们的，世世代代不熄灭。你要离它这么近，万一做了什么不敬的事，会很惨的。这么邪乎，那这万年火确实还挺神圣的哈。万一哪个人不小心碰了一下，那还不得被架起来烤了呀？烤了他！你想跑去哪儿？没想跑，没想跑，想去哪儿？我就是上个厕所。厕所可不是这个方向。瞎子，回去。我这么善良的人，我怎么可能就这么跑了呢？回去，我回去。好，来，按摩按摩。来，坐，这里。我得好好给你们展示一下我的手艺啊。这儿叫天宗穴，像您这样常年劳作的呀，容易背部受损啊。那摁一下，那绝对是酸爽无比啊。用点力。不是，大哥，你这身体太好了，不用按了。来，换人。哎，我来。来，坐。这儿叫肾俞穴，我看你这印堂发黑，有些水肿，你这八成是肾虚啊，所以我得给你按压这儿，怎么样？疼不疼？不疼，不疼啊？那这样呢？疼不疼？还是不疼啊？哎，他们有钱。Boss, as you know, a convoy on the way. I think it must be Mrs. Huo. They are coming. Right on time. Get my gift ready and delivered to an old acquaintance.奶奶，我们什么时候进山啊？今天休整一下，明天进山探路。你们要进山？嗯。你看最近这雨下的，容易有泥石流啊！你现在进山，人都不安全。没时间等了，也就半个月的时间，等雨水小一点再进山吧，不至于把命白白搭上，不是？再说了，你看，这些还都是这么年轻的小娃子呀。有些账，就算把命搭进去，也得算。卖我的消息做人情，还敢上门？不见。帮你转过去了。我就知道，这区1000头羊的钱，难不倒我们善良的花爷。感谢各位的照顾啊！谢谢。那咱们就后会无期了啊！当家的，
裘德考的人又来了，这回送了件东西。用赵孟俯的字递帖子。龟虽寿，他能找到这东西，亏他有心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是神龟虽寿，有竟时。这洋鬼子胃口不小啊，觉得1000年的王八都活得不够长。奶奶，您跟裘德考有交情？三娘当家的时候，霍家跟他有过一些来往，那会儿我还小，算是见过。吴邪哥哥说裘德考跟他合作，留在这里搜山，没想到这么快就来找您投诚了。这个人我信不过，东西送回去。是。Boss, she's rejected it and sent it back to us. Okay, send my second gift. And don't worry about that. She will take it then. But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do that. I'm telling you, we have to cooperate with her. From Tamuto to the West Empress Palace, we've spent a lot of money and resources looking for what we want. And lost a lot of men. We were just about to reach the palace, but our name was killed by the tiger snake. But until now, we still get nothing. After our arriving in Banai, I sought to gain the cooperation with Wu Xie. Little did I expect it, he did not find the Old Pavilions location, but nearly died in the water. So I know I can only work with Miss Huo. So I passed all the information to Wu Xie and asked him to lure her here. Then what we should do next? Giving her the gift. Okay. “花儿果然义气啊，正义疏财，拔刀相助。以后你有事儿啊，随时找我啊，给你打折。”不必了，1000头羊记得还。我要是还得起，我就不用暗无抵债了呀。我说黑爷，您到底犯了什么事儿啊？要赔人家1000头羊呢？别提了，还不是因为那该死的圣火。这当时我在想，哎，算了，别提了。霍老太太让我们找的人，是你吧？是啊，但这买卖做的亏大了。你这趟的钱得打我账户上抵洋。不是吧，花儿爷？像你这么善良的人，不能这么绝情吧？你还是继续卖身抵债吧。咱们走吧。哎，我来。我要给你当司机的话，能不能抵10头羊？半头。CCTV TAU TU。吴先，你干嘛？肉吗？对的。我们合作。我带一个，来，我们带一个。等一下。郭老太太，你这是干什么？先起来。霍老太太，这到底怎么回事？不对吧？不是在这里见的吧？那我赶紧起来，我就。好，这个上前面 OK 啊。既然
既然他们的东西在张家口，我就必须赶在他们拿到之前拿到。对不起，这边不顺。来。 哎，就这儿。当年官儿爷就用他户部监。走。 田震，你得好好琢磨琢磨了。你少我一句呢，我还以为你要。你有危险，小哥来救你。这小哥失忆了，你就帮他找机翼。来，从我这句来。我是不是走走了？ 您跟裘德考有事还有一句，然后就是上厕所，我没想跑，我这么善良的人，我怎么可能我说走人说跑就说走就走了？切！我要是谢谢各位的照顾，啊，谢谢。那咱们就后会一起。